嘿，大家好，我是尼可拉斯杨。上个月我们刚讲完不要去阿拉伯沙漠，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就打起来了。阿拉伯为什么这么乱？今天我们就说到阿拉伯人的秘密。要讲阿拉伯人，就要从大约公元前2166年前说起。根据圣经和古兰经记载，当时的苏美尔有个人叫做亚伯兰，就是之后的亚伯拉罕。当时苏美尔发生了饥荒，亚伯兰就带着他的老婆 Sarah 跑到埃及。这个萨拉长得是倾国倾城，埃及法老一看，就问亚伯兰，这个女人是你什么人？亚伯兰就非常害怕，怕埃及法老把她杀了，就说这是我的妹妹。埃及法老一听非常高兴，就把萨拉带到后宫去，还准备给她办婚礼。结果神就开始诅咒法老，这法老特别害怕，就赶紧把亚伯兰又招过来说，我再问你一句，这个女人到底是你什么人？亚伯兰就说，其实这是我老婆。这法老一听就特别生气，大骂，你不早说，神都诅咒我了，这是我给你的钱财，赶紧带着你的老婆给我走。之后神就祝福亚伯兰，给他改名为亚伯拉罕。然后亚伯拉罕就带了一大笔钱和他的老婆去了希伯伦，离耶路撒冷有30公里。现在的希伯伦还建有一座清真寺，叫做 Haram al-Khalil 亚伯拉罕清真寺，里面还有一个神秘的洞穴，叫做麦拉比洞。这个洞的洞口是被封住的，根据圣经记载，亚伯拉罕和他老婆的墓穴就在里面。亚伯拉罕是亚当的直系，所以这个洞里可能就藏有人类的秘密。等等，为什么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墓穴会在清真寺里？亚伯拉罕和老婆萨拉一直不孕不育好多年，萨拉一看这不行得给她老公留个后，萨拉就不得已把她的埃及女仆夏甲送给亚伯拉罕当小妾，然后夏甲就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以实玛利。小妾生了儿子，这地位马上就不一样了，宫斗戏就开始了。小妾和夏甲和正房撒拉的矛盾就开始与日俱增。在这之后，萨拉也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以撒。到这个时候，萨拉和夏甲就变得水火不容，于是亚伯拉罕也很无奈，就把夏甲和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就给赶到旷野里，让他们自生自灭。夏甲在旷野里绝望地大哭神就派天使过来救他们，让他们活了下来。后来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就成为阿拉伯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正房萨拉的儿子以撒就成为犹太人的祖先。所以根据圣经跟古兰经，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认为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这一切的恩怨都是家族恩怨。所以从历史上看，沙乌地阿拉伯和以色列在未来是很有可能重新建交，甚至可以成为盟友，这只是时间问题。但是同样信仰伊斯兰教的伊朗人、叙利亚人、巴勒斯坦人等等，他们就不是阿拉伯人。伊朗是波斯人，说波斯语；巴勒斯坦是库尔德人、土耳其人、埃及人、吉普赛人等等欧亚大陆少数民族的混血，他们的口音、服装和习俗都跟正统的阿拉伯人不一样，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所以我们所说的阿拉伯世界就存在3种势力，一个就是富国的以色列和支持他们的西方世界，第二集团就是沙乌地阿拉伯领导的正统阿拉伯土豪国家，包括阿联酋、埃及、约旦等伊斯兰逊尼派，第3集团就是伊朗、叙利亚、巴勒斯坦、黎巴嫩等等阿拉伯化的国家，主要是什叶派，穷哥们儿。在这次巴以冲突里，沙特、埃及、约旦等正统阿拉伯国家都封闭边境，禁止巴勒斯坦难民进入，他们坐山观虎斗，情况十分稳定。而第3集团伊朗带领的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武装就开始对以色列发动火箭弹挑衅，美国航母打击群现在就靠近以色列，主要就是防着伊朗、叙利亚和黎巴嫩。为什么会有这种三国演义的情况出现？为什么正统阿拉伯国家要坐山观虎斗？知道历史才能预见未来。我们再回到阿拉伯人的祖先以实玛利的故事里，在夏甲和以实玛利在旷野里被天使救了之后，以实玛利的子孙们就在阿拉伯半岛里开始繁衍。在伊斯兰教里称这段历史为蒙昧时代 Jahiliya， 字面意思是野蛮愚蠢。
那时候的阿拉伯人被统称为贝都因人，他们都在阿拉伯沙漠里以氏族为单位，分散为无数个部落，在沙漠里游荡。沙漠里也没有任何法律，想要活下来，唯一的法律就是刀剑和武力。所以贝都因部落实行父权制，男人武力值比女人高，女性就不能继承财产，男人娶老婆的数量可以无上限。一个男人死后，他的儿子可以继承除了生母之外他父亲所有的老婆。女人还经常在部落战争里被抢来抢去，而这种部落和部落之间的战争随时都可能发生。所以阿拉伯沙漠里就出现了一条黑森林法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血债血偿。所以复仇就是贝都因部落的信条，谁能复仇成功，谁在部落里的威望就高。这条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千年法则，也就造就了阿拉伯世界的千年仇恨。那问题来了，就在这一个满眼都是黄沙戈壁，到处都是部落混战的地方，是如何出现一个横跨亚欧非的阿拉伯帝国呢？这个还是要从夏甲和以实玛利的故事说起。夏甲和以实玛利在旷野里迷了路，两个人就要渴死了。这时候夏甲就仰天长啸，说：“神啊，救救我们吧！”这时候唰的一下，天使加百列就从天而降。夏甲的眼前一亮，就看到前面出现了一口泉水。夏甲就大叫：“走美，走美！”意思是不要流走了，不要流走了。这口泉水就是现在圣城麦加的 Zamzam Well 圣泉。麦加还有神的房子阿拉卡巴，这个在我之前的节目里讲到，大家可以多看一看。不管神话是怎么说，在阿拉伯沙漠里，麦加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大的绿洲，既有充足的水源，又有神迹，而且还是阿拉伯商人的交通要道。从古希腊开始，阿拉伯半岛的北面连年战争，电影都讲过斯巴达勇士对抗波斯大军。到了西元前54年，古罗马和波斯继续开战，一直打到西元648年，700多年的战争。所以商人们就必须从地中海出发，进入埃及，再到麦加，再从麦加出发，穿过阿拉伯沙漠到达波斯湾，从波斯湾再进入东亚，到达印度和大唐。这么一趟下来，即使加上所有的路费、关税、人工费等等，这些东方的香料、丝绸、陶瓷之类的货物卖到欧洲还有5到8倍的利润。在这几百年的时间里，阿拉伯商路里所有的商人和部长都赚得盆满钵满。这贝都因部落有钱之后，就开始变得绅士起来，和平又诚信。他们每年都会到麦加朝圣，看看祖先的神迹，再补补货，尤其是带着其他部落的人质在这里谈判。他们公开说，谁断了我们的商路，就是断了大家的财路，有钱大家赚，何必打打杀杀呢？谁赞成，谁反对？我反对。于是贝都因部落之间就达成了口头的和平协议，麦加也就成为当时的宗教和贸易的世界中心。西元570年5月4日，一个男孩在麦加诞生，他即将改变整个世界的格局。他的名字就是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出生于麦加名门望族哈希姆家族，现在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2世就是哈希姆家族延续到今天的国王。非常不巧的是，在穆罕默德出生前不久，他的父亲就在沙漠商道里病死了。他的叔父就开始抚养穆罕默德。穆罕默德的爷爷过世之后，也没有留给叔父太多的遗产。为了减轻家里的生活负担，穆罕默德就开始跟着叔父当商人做生意，走遍东西南北，见了不少人。穆罕默德个性非常正直诚信，一分价钱一分货，绝对不掺假。所以他在商路里就获得了一个尊称阿拉阿敏，忠实者，意思是靠谱的人。他说的话大家都相信。穆罕默德25岁的时候，在麦加有个女性大商人哈迪加海迪切在麦加招聘。当时哈迪加可能有28岁到30岁，他想找一个代理商帮他去叙利亚做交易。因为穆罕默德很讲信用，所以哈迪加说干成了我就给你双倍佣金。穆罕默德果然就不负使命，给哈迪加带了双倍利润，1分钱1分货，绝对值啊！这哈迪加一看这个小伙子真的很不错，于是就派他的朋友去试探穆罕默德，问
哎呀，看你都快30了，有没有考虑结婚呢？这穆罕默德一听啊，就说：哎呀，这个大概意思就是啊，我这个穷光蛋一个，怎么可以养得起老婆和孩子呢？这个人一听啊，就赶紧问：你是否会考虑和一个有能力养活你的女人结婚呢？哎呀，听好了，从此以后，穆罕默德就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穆罕默德不愁吃穿之后，就开始思考人生了。而且他晚上突然就开始做梦，梦见了未来的事情，而且这些事情都一一实现了。这些梦连续做了半年多，所以他觉得这可能是一种神的召唤。于是他就跑到麦加的光明之山里，里面有个山洞，去思考人生。在穆罕默德40岁的时候，有一次他就进入山洞沉思，突然这个耳边就传来声音，当年救他们祖先的大天使加百利又来了。加百利让他坐上一只神兽，登上了7重天。回来之后加百利说：主拣选了你作为人类最后一位先知，现在把古兰经就告诉你，你要一个字一个字的都记下来。于是穆罕默德就开始背诵古兰经。背完之后，穆罕默德吓得就赶紧跑回家，对他老婆悄悄说：快拿被子把我盖起来吓死我了，我告诉你一个秘密。然后他就把他的经历告诉了卡迪贾。卡迪贾就非常相信穆罕默德的话，穆罕默德的老婆哈迪贾就成为了第一个穆斯林。从此穆罕默德就作为先知开始传播伊斯兰教。当时的伊斯兰教发展速度为什么那么快？因为穆罕默德传输的教义中除了教导人们要敬畏独一的真神，其中还有很多当时来看非常先进的理念，迅速吸引了大批信徒。比如定义了人权，人在神的面前是平等的，不可以随意杀人，而且女人和男人也是平等的。比如说妻子是丈夫的衣衫，丈夫也是妻子的衣衫。要对老婆好这个问题可能和他的富豪老婆哈迪贾有非常大的关系。女人也可以比男人成功。人权平等，女性的地位的迅速提高，就一下吸引了很多被压迫的人加入伊斯兰教。还有一个另外重要的方面，就是伊斯兰教里规定了大量商业道德还有税法。比如伊斯兰教规定商人需要交纳 4% 的天科税，税费可以用来接济穷人，不可以借钱收利息，但是你可以投资共担风险，一起把生意做大，这一下就获得了穷人和商人的支持。穆罕默德有了税收，就可以组建军队保护穆斯林的财产，这生命、权利还有财产都可以得到保障，就有更多的信徒开始投靠穆罕默德。当时信仰多神教的阿拉伯贵族发现自己的税源还有人口都去了穆罕默德那边，他们就觉得穆罕默德是一个重大的威胁，就开始迫害穆斯林，还派人暗杀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就从麦加跑到了麦地那，之后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麦地那。后来穆罕默德就组成了几万人的军队，经过8年的战斗，终于占领了麦加。穆罕默德在这里建立了穆斯林政权。建立政权之后穆罕默德规定不强迫大家信仰伊斯兰教，但是异教徒必须要交更多的税。这谁跟钱过不去跟着穆罕默德，人权财产有保障，活得更舒服。于是麦加周围的部落和小国的人民都纷纷加入穆斯林。这个时候阿拉伯半岛已经开始接近统一。632年6月8日，穆罕默德突然去世了。穆罕默德在老婆哈迪贾去世之后娶了23房太太，但是都没有儿子长大成人。于是他的好友、岳父兼辅臣沃玛亚家族的阿布伯克尔被推选为第一任哈里发。哈里发的意思就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者。阿布成为哈里发之后，就一手统一了阿拉伯半岛。2年之后，他就生病去世。这位哈里发就是唯一一位自然死亡的哈里发，后面就太残酷了。然后穆罕默德的最好的战友和拥护者沃玛亚家族的奥马尔被选为第2任哈里发。这时候东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经过几百年的战斗，已经两败俱伤，只要打败他们，就可以获得进入东方最短最好的商路。所以沃马尔成为哈里发之后，立刻率领穆斯林军队向北进军，击退东罗马帝国，然后向东占领伊拉克和伊朗的大部分，再向西占领了巴勒斯坦和埃及。之后644年，沃马尔突然被一名波斯奴隶刺杀身亡。
接着，穆罕默德的女婿之一奥斯曼，也是沃玛亚家族的人，被选为第3任哈里发。他继续率兵灭亡了千年帝国波斯王朝。656年，奥斯曼又突然被一群刺客刺杀。这问题就来了，为什么阿拉伯哈里发总是被刺杀？这背后到底有一群什么黑暗力量？难道是刺客信条？这个就要说一下逊尼派和什叶派了。穆罕默德一直强调自己是神派来的先知，他自己不是神，而且他自己也没有儿子。这样他突然去世之后，就导致了权力的真空。因为他的血脉也不是神的血脉，都是普通的人，所以到底是谁来继承哈里发领导阿拉伯，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当时穆罕默德周围有2大实力家族，第一个就是穆罕默德的直系哈希姆家族，延续到今天就是什叶派；第二个就是沃玛亚家族，到今天就是逊尼派。沃玛亚家族是麦加阿拉伯家族中最强的一支，财富、军队、人口都占上风。沃玛亚家族本来是要暗杀穆罕默德的，但是伊斯兰的教义感染了他们家族的酋长，于是他们全族就归于了伊斯兰，成为穆罕默德的强大武装力量。而哈希姆家族在穆罕默德出生的时候就开始没落了，搞得穆罕默德也逼不得已去放骆驼。所以在穆罕默德去世之后，沃玛亚家族就支持选举制，他们人多选票多，一下就选出了3任哈里发。穆罕默德的哈希姆家族一看这样不行我们支持继承制，哈里发就应该是穆罕默德的直系血脉哈希姆家族继承。但他们找来找去也只能找到一个稍有名望的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哈希姆家族的人。然后消息就突然传来，阿拉伯第3任哈里发沃玛亚家族的奥斯曼被刺杀。之后哈希姆家族霸王硬上弓，没有经过选举，让他的女婿直接就当上了第4任哈里发。这一下强大的沃玛亚家族不干了。657年，驻扎在叙利亚的总督沃玛亚家族的穆阿维叶率兵南下，血洗哈希姆家族。公元661年，穆阿维叶继任为第5任哈里发。这时候哈希姆家族已经被消灭殆尽，阿拉伯从此也就从选举制进入了世袭制。不过这之后支持选举的哈希姆的穆斯林就组成了什叶派，领导者就是伊朗；支持世袭的沃玛亚家族变成了逊尼派，领导者就是沙乌地阿拉伯。这2个穆斯林国家到现在也是互相防着，各怀鬼胎。到最后，阿拉伯帝国就成为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巨大王朝。商人发家的阿拉伯帝国可以崛起，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西元618年开始崛起的大唐帝国。大唐帝国人民的消费能力让阿拉伯半岛的商人们都赚得盆满钵满，所以他们就特别拥护可以解放人性、促进商业发展的伊斯兰教。但是755年，大唐帝国发生了一件事情，叫做安史之乱。唐玄宗年间，全世界有2亿人，大唐就占了8000万。8年的安史之乱，大唐人口直接就被干掉了4000万。这一下就让了很多阿拉伯商人都失业了。另外，航海技术的发展让陆路贸易的时代转向大航海时代，直接就导致了丝绸之路的没落。这没有了生意，阿拉伯帝国就没有了钱，就很难再维护欧亚非大陆的强大统治，他们就开始走向没落。这西方基督教国家一看哈里发开始好像不行了，赶紧给我打。于是就开始发动了十字军东征。十字军东征又造成了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奥斯曼帝国后来就侵占了一大部分阿拉伯帝国的领土，就包括现在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国的土地。一战的时候，英国派军事顾问间谍 T. Lawrence 去阿拉伯策反阿拉伯酋长，让他们攻打奥斯曼帝国，许诺事成之后就将包括耶路撒冷圣城的大片土地送给阿拉伯。阿拉伯酋长一听可以完成祖先给我们的统一阿拉伯的大业。但是英国和阿拉伯酋长们打败奥斯曼之后英国突然又发表声明说要帮助以色列在这片土地上建国。阿拉伯酋长们一听大怒，这些英国人背叛了我们。于是就在以色列建国的时候，阿拉伯联合军队就要一起消灭以色列，拿回英国承诺给他们的那块土地。这就是第一次中东战争。
战争中有96万巴勒斯坦难民被迫逃离家园，进入约旦、埃及、黎巴嫩、叙利亚。这个巴勒斯坦人我们可能无法理解啊，他们进入其他国家之后啊，只要好好的过日子，安安稳稳就可以了。但是并没有，比如约旦，巴勒斯坦难民进入约旦之后，就成立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2次刺杀哈希姆家族的约旦国王，还导致了1970年的约旦内战，史称黑色9月。之后，约旦在以色列的帮助下打败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然后他们又跑到了黎巴嫩。1975年前的黎巴嫩被称为东方小巴黎，非常开放，经济发达，人民富裕，美女都不戴面纱。但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进入黎巴嫩之后啊，就和当地的基督教开战了，一打就是10几年，就导致黎巴嫩12万人丧生。所以啊，自从吃了这些亏之后，现在巴以冲突中正统的阿拉伯国家约旦、埃及、沙烏地阿拉伯、阿联酋等等，没有一个开放边境敢接收这些巴勒斯坦难民，都在静静地看着。所以啊，从亚伯拉罕到穆罕默德，再到现在，犹太人、阿拉伯人、英国人、巴勒斯坦人、波斯人、逊尼派、什叶派、基督教、伊斯兰教，每个在阿拉伯半岛上生活过的人类祖先手上，或多或少都沾着另外一群人的鲜血。所以要在这里达成和平就非常不容易，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忘记仇恨，好难。好了，今天节目就到此为止了，我们下期再见。嗨，最近啊，我看到有人评论说啊，圣经、古兰经说这块地是犹太人的，那块地是阿拉伯人的。如果拿出山海经，全世界不都是中国的吗？这个问题好似无懈可击啊。回答这个问题只有一个字：信。这就好比你这么辛苦的考上大学、找工作、朝9晚5，这为了什么？为了就是一堆纸。只有你相信这些花花绿绿的纸不是纸，而是黄金屋、颜如玉，你才心甘情愿的给你的老板当牛马，去赚这些纸。世界里很多人都相信圣经、古兰经，但是关于山海经啊，这个人应该扪心自问，我信吗？